大家好，中文圈一直流行一句话：江湖习武后，山河再从头。不管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诞生啊，他很可能是中共20大的总书记啊。但是他的名字呢，偏偏又应验了“江湖习武后，山河再从头”这句话呀。那么这个人会不会是中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呢？那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王佑鹏被抓，我们分析一下王佑鹏和华为的关系啊，会不会查到华为头上啊？任总啊，任正非。我们看一下江湖习武后这个人的背景啊，和传言胡春华接任总书记有没有关系啊？首先说一下，这名网友啊，眼睛还是挺尖的。他说，影片中习近平视察安徽火箭军基地啊，为什么影片里的基地标语都是高原火箭军精神呢？那这玩意儿会不会是习近平上次去甘肃的时候的事情拿到现在放出来啊？安徽不是高原啊，我又查证了一下，我一开始想会不会是因为换防啊？因为前2天洛阳的火箭军66基地啊，倾巢出动啊，全体出动啊，有可能是和沈阳的65基地换防啊，也有可能只是远程出动训练啊。我查了一下，安徽的61基地应该没有换防啊。我们看资料啊，2013年8月，该旅的政治部主任商庆华一位老同学打来电话说，过2天和同事出差，路过部队驻地。一是想过来和他叙叙老感情，二是想请他派台车到附近的风景区转转。老同学多年未见，又是和同事一起来，既有感情因素，也涉及面子问题，自然是要热情招待。有人建议打个擦边球，食宿悄悄安排在旅招待所，派车编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应该没问题。但是呢，商庆华态度坚决，公是公，私是私，再深的感情也不能越规章制度的雷池半步。最后，商庆华自掏腰包，食宿全安排在地方宾馆，让一位亲戚开着私家车，拉着客人在风景区转了1天。那这段资料里面呢，当时该旅的政治部主任叫做商庆华，那旅长就是习近平视察的时候出现在影片中的，那现在是61基地的少将司令李继良，他当时是这个旅的旅长啊。那这段里面大家注意到，里面说到风景区，那就是黄山啊，安徽的黄山名气很大，那别信共产党的宣传呐，不管他是公款旅游还是自己掏腰包的，这在资料里面说的风景区应该就是安徽黄山啊。所以2013年的时候，李继良的确是安徽池州61基地611旅的旅长啊，没有换防。那至于影片里为什么说这是高原火箭军精神呢？这是因为所有的火箭军的发射训练基地都是69基地呀，在宁夏那边呢，内蒙古那边，所以他才说高原火箭军啊，所有的火箭军都有可能机动到宁夏去训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标语啊。2024年10月17日呢，习近平视察了火箭军61基地611旅。因为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的传闻不断呢，外界正在密切的观察。虽然习近平还能照常视察军队，然而梳理一下过去2年中共党魁视察军队的报道，可以看到微妙的变化。东部战区没有获得视察。2024年10月15日至16日，习近平在福建考察。2024年10月17日至18日在安徽考察。那习近平去福建，他就是去拜关帝庙的。这个人民日报就发挥他们颠倒黑白是非的本事啊，说什么参观文物保护单位，他们就是他们的
就真能说啊，你要说撒谎吧，他也不是撒谎，但是他就把这个习近平参观去拜关二爷这个事情啊给掩盖过去了。福建和安徽呢，这两个省都在中共的东部战区的范围内呢。10月19日，新华社后补的报道，习近平10月17日到火箭军61基地611旅视察，在安徽池州市。那习近平在东部战区内视察军队，但是视察的火箭军611旅并不隶属于东部战区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火箭军司令王厚斌、政委徐锡胜、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陪同啊。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和政委刘青松未现身啊。这个林向阳和刘青松啊，长期不现身啊，不现身媒体，让人怀疑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被抓了。那中共这个黑社会一直搞这个黑箱政治啊。西部战区汪海江呢，他也是习近平的人，但是汪海江2024年9月3日他现身了，这林向阳一直不现身啊。中共的5大战区各自有陆军、空军司令，东部、南部、北部战区还各自有海军司令啊。蒙古没有海军啊，他们也是各战区的副司令。火箭军没有划归任何战区，由军委直接管理指挥。那习近平先后视察东部战区内的2个省份，没能视察东部战区的部队，却视察了火箭军61基地的611旅啊，可能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啊。这个非习近平派系的火箭军政委啊，徐锡胜他就这么敢这么瞪习近平啊，没把习近平放在眼里啊。1年多以前呢，2023年7月5号到7号呢，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新华社专门报道称，习近平2023年7月6日视察东部战区机关，对东部战区成立以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还强调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呢。现在已经不让习近平斗争了啊。2024年10月15日呢，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到了东山岛。东山岛被认为是中共军队展示对台湾2期登陆演习的重要场所呢。10月14日，中共军队刚刚进行了环台军演啊。习近平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对台湾进一步释放强硬信号啊。然而习近平啊没有趁势考察军队，也没能借这个机会呢再次肯定东部战区啊，似乎难以自主安排何时何地视察军队啊。不让习近平在福建视察军队，就是不想传递错误的信号啊。我说过，解放军它是一个巨大的贪腐利益集团啊，军演是年初就做好预算的，你不让他们军演，他们就没法报销预算，没法贪污受贿啊。共军的决策层呢，又不想对外传递错误的信号呢，军演还是继续，但是就是草草收场了。不让习近平在福建视察军队，以免对外部传递错误的信号。我判断呢，中共内部的决策就是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无论怎么样啊，中共是一个独裁国家，而且有着巨大的惯性啊，就是中共的决策层的决策，那由中共这个国家机器它能执行多少，能执行成什么效果啊，都不好说。习近平任职福建的时候呢，结交了一些军队人士，包括31军的将领。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呢，原31军的将领大都很快得到了快速提拔呢，包括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啊。这种说法我认为啊有失偏颇啊。习近平上台前不可能表现出对军队的野心啊，只不过31军刚好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而已啊，是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是军队中周恩来和陈云的势力在替习近平去提拔军官啊。
那此时习近平失去军队控制权的传闻不断，本来应该是趁此机会在福建视察军队，同时让何卫东、林向阳等亲信亮相，并称赞他们在环台军演中的表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啊。习近平随后到安徽啊，还是没有能够视察东部战区的部队啊，却视察不属于东部战区的火箭军61基地611旅啊，这个旅长他不是习近平的人啊，更像是被安排的张又侠陪同，何卫东没能现身，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也无法出场，军队各级军官应该都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啊。林向阳再不出来的话呀，就很有可能是被抓了，这就是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消息啊。中共军事理论工作会议2024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军委各机关、各战区、各军兵种等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呢。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讲话，这本来应该是一次中共党魁对军队高级军官训话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也能辟谣，但是习近平却在10月15日到福建考察。那缺席这一重要的会议啊，中共军事理论会议的探讨应该由军委主席亲自主持，把握方向，军委副主席也可以协助提出建议，但是却是张又侠讲话定调啊。军委主席负责制在重要的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上没有能够体现出来啊。军委副主席在负责，中共党魁为了可有可无的福建调研，放弃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啊，不合逻辑。结果中共的军队高级将领们在北京聚会，军委主席却离开了北京，在福建又不能视察军队，也没有高级军官可以陪同，军委主席竟然被撂在一边啊。但是张又侠身边这个中将赵小哲啊，的确是习近平派系的军官啊，他毕竟当了12年的总书记，12年的军委主席啊，上上下下习近平的马仔众多也不奇怪啊。我们看一下赵小哲的派系背景啊，我们采用赵小哲本人的说法，我们尽量采用的都是当事人的说法，这样更准确。我们看赵小哲怎么说的哈。赵小哲说，古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念书的时候，我跟了王院士2轮呢，1984年到1987年读硕士，1989年到1992年读博士。我认为他对我来说是终身为父，终身为师。那赵小哲的导师王仲托是什么背景呢？王仲托是1951年毕业的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啊，是朱镕基的同班同学啊。无数的证据都证明，正是朱镕基支持习近平终身连任，朱镕基就是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总后台啊。现在习近平连提拔军队一个中将，也是朱镕基清华大学同班同学王仲托的学生啊，就证明了这一点啊。2016年10月，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联合发起的院士回母校活动，走进了大连理工大学，邀请中国指挥控制与信息系统工程专家、海军少将，这个赵小哲当时还是少将啊。中国工程院院士赵小哲回到母校，他的母校就是大连理工大学啊，分享了他科技报国的人生经历。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袁贵仁到会啊。这个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啊，简称关工委啊，这个也是习近平的全家桶，习近平大本营啊。中国的关工委主任顾秀莲是和习近平一样是终身连任啊，现在81岁了还不肯退休。从2008年担任了关工委主任啊，到现在2024年了，担任了16年还不退休啊。顾秀莲提拔了程维高，程维高的大秘力战书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啊。
栗战书给程维高当了6年大秘都能洗地啊，说是栗战书和程维高有矛盾啊，就怕这一切都是为了包庇啊程维高啊，害怕给栗战书作证啊，供出栗战书的贪腐行为啊。2013年12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小哲受聘成为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的高级专家。2012年5月，经中央同意呢，胡问明主持中船集团的公司的全面工作。2012年7月，胡问明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呢。2020年5月12日，胡问明被江泽民派系的赵克绩给抓了啊。那赵小哲本身就出身自大连舰艇学院，中国现在的国防部长董军也是出身大连舰艇学院。我们看这个中将赵小哲啊，他身上所有的痕迹都是习近平派系的，所以赵小哲肯定是习近平的马仔啊。所以张又侠他带着赵小哲出席了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啊，这个赵小哲的确是习近平的马仔的，但是可能只是去讲课而已啊。2024年10月17日，中共军事理论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张又侠才到安徽陪同习近平视察火箭军61基地611旅。习近平讲话虽然强调坚持政治引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称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他没有提到军委主席负责制，也没有提到军队听习主席指挥，更不可能有那3句话啊，就是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啊。那现在的党中央，这是习近平他自己说的，要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就是要有接班人，习近平就不能终身连任，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啊。恢复集体领导是习近平亲口说的。那张又侠在军事理论工作会议讲话时只谈军事理论，只字未提政治整训，也没有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些本来应该是中共军事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啊，却被抛在了一边。那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视察火箭军61基地611旅。同一天呢，习近平还去了安徽桐城市的六尺巷。那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萌生退役。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说来这里看一看，很有感触，相互礼让，以和为贵了。关于习近平的政治传闻鼎盛之时，按照习近平一贯的做法，此时应该大谈斗争，结果习近平一面视察军队，一面却说相互礼让，以和为贵。那这个安徽池州市的贵池区啊，是王岐山的老家。王岐山是姚依林入赘的儿子，姚依林正是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人。那深圳政协主席王佑鹏被抓，王佑鹏设计华为案呢，就是在清洗习近平的政治势力，他是习近平的马仔，清洗习近平的马仔。下支影片我给大家展开讲讲啊。江湖习武后，山河再重头啊！中文圈一直流行这句话，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诞生啊！那稍微懂一点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周几乎是武的同义词。周武王伐纣，武则天的国号为周，那武则天就是武后啊。北京市东城区区长周金星担任内蒙古乌海市委书记，他很可能是中共22大的总书记。那会不会是中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呢？止戈为武，周金星的名字里既有周又有金，他很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啊。诗经小雅大东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啊。
金星啊，就是启明星，是不是寓意山河再重头啊？我不知道。周金星是否是赵凤同的秘书，我也没有确定，完全确定啊。但是周金星2000年参加工作和赵凤同有明显的交集啊。从时间线上来说，他有6年的交集啊。赵凤同呢是郭金荣的大秘。郭金荣是杨汝岱提拔的，杨汝岱是唯一敢吊唁赵子阳的副国级官员。那胡春华给郭金荣担任过大秘。2021年12月，43岁的周金星担任北京东城区的区长啊，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张延坤提拔的。那2024年10月13日，46岁的周金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记。那现在的内蒙古政协主席还是张延坤呢。前些日子胡春华还去过内蒙古啊。好的，谢谢大家。